歌剧魅影。加斯东勒鲁。第3章。首次，德比安娜先生和波利尼先生向歌剧院的新经理阿尔芒蒙沙曼先生和费尔曼理查德先生秘密透露他们离开国家音乐学院的真正原因。与此同时，告别仪式仍在继续进行。我先前说过，这场盛大的欢送会是为了庆祝德比安娜先生和波利尼先生离开歌剧院而举办的。他们希望能体面地离开。当时，巴黎社会和艺术界的知名人士都帮助他们实现了这个宏伟的告别计划。这些人都聚集在歌剧院的休息厅里。索雷利正拿着一杯香槟，准备向即将离任的经理们致简短的祝酒词。在他身后，芭蕾舞团的新老演员们挤在一起，低声谈论着当天发生的事情。还有些人则向围在自助餐台旁的朋友们偷偷使着眼色。一些舞蹈演员已经换上了便装，但大多数人还穿着薄纱舞裙。所有人都努力保持着合乎场合的庄重神态。只有年仅15岁的小雅姆，似乎无忧无虑地忘记了幽灵和约瑟夫布盖的死讯。真是幸福的年纪。他不停地咯咯笑，小声说话，蹦蹦跳跳，调皮捣蛋。正因如此，当德比安娜先生和波利尼先生出现在大厅台阶上时，不耐烦的索雷利严厉地喝止了他。大家都注意到，即将离任的经理们看起来很高兴。这种表现在外省人看来或许不自然，但在巴黎却被认为很有品味。一个人如果没有学会在欢乐的面具下隐藏悲伤，在内心喜悦时故作忧愁、厌烦或冷漠，那他就永远成不了真正的巴黎人。如果你知道朋友正忧心忡忡，别试图安慰他，他会告诉你他已经释然了。但如果他遇上了好事，切记不要祝贺他，他认为好运理所当然，反而会奇怪你怎么会提起这事。在巴黎，人们仿佛一直生活在假面舞会中。像德比安娜先生和波利尼先生这样深谙世故的人，自然不会在歌剧院的休息厅里犯下流露真实悲伤的错误。他们刚开始向索雷利微笑，索雷利也正要开始他的祝酒词。这时，那个小疯丫头雅姆突然一声惊呼，粗暴地打断了经理们的笑容，使得他们内心隐藏的沮丧和惊恐瞬间暴露无遗。歌剧院的幽灵。雅姆说这话时带着难以形容的恐惧，他的手指指向人群中一张极其苍白、阴森而又恐怖的脸。那脸上眼窝深陷，如同黑洞一般，整个面孔宛如骷髅。被他这么一指，立刻引起了现场一阵病态的好奇和骚动。歌剧院的幽灵，歌剧院的幽灵。人们笑着，互相推搡着，嚷着要请歌剧院的幽灵喝一杯，但他已经消失了。他悄无声息地溜进了人群中，大家徒劳地寻找着他。与此同时，两位老经理试图安抚小雅姆，而小梅格吉里则发出孔雀般的尖叫声。索雷利非常生气，他没能讲完他的祝酒词。德比安娜先生和波利尼先生拥抱了他，向他道谢，然后就像幽灵一样迅速溜走了。没有人对此感到奇怪，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还要去楼上的歌唱演员休息厅参加类似的告别仪式，最后还将在经理办公室宽敞的接待厅里最后一次款待他们的密友，那里为他们准备了晚宴。在这里，我们再次见到了他们，以及新任经理阿尔芒蒙沙曼先生和费尔曼理查德先生。离任的经理们对新任的几乎不熟，但见面时表现得非常热情友好。新任经理们也回以无数恭维之词。如此一来，那些原先担心晚宴会很沉闷的客人们立刻变得兴高采烈起来，晚宴气氛几乎可以说是愉快的。
到了祝酒环节，政府专员先生更是表现得格外机智，巧妙地将昔日的辉煌与未来的成功融为一体，使得宾客之间立刻充满了最诚挚友好的气氛。管理权的交接已于前一天以尽可能简洁的方式完成，新旧管理层之间尚待处理的事务也在政府专员的主持下，本着双方达成谅解的愿望得以解决。因此，在这个值得纪念的夜晚，看到4位经理脸上都挂着如此灿烂的笑容，也就不足为奇了。德比安纳先生和波利尼先生已经将2把小巧的万能钥匙交给了阿尔芒·蒙沙曼先生和费尔曼·理查德先生，这2把钥匙能打开国家音乐学院成百上千扇门。这些小钥匙引起了大家普遍的好奇，被快速地在人们手中传来传去。就在这时，一些人的注意力被吸引了过去，他们突然发现在长桌的尽头坐着那个怪异、苍白、眼窝深陷、容貌如同死尸般的人，他就是先前出现在舞蹈演员休息厅，被小雅姆惊呼为歌剧院的幽灵的那位。他坐在那里，像个再普通不过的宾客，只是既不吃也不喝。起初笑着看他的人，最终都转开了头，因为看到这个人会立刻让人心中充满最阴郁不祥的念头。没人再像刚才在休息厅那样开玩笑了，也没人再喊歌剧院的幽灵。他一言不发，连他旁边的客人都说不清他究竟是何时坐到那里的，但每个人都觉得那些有时会降临到活人餐桌旁的死者，其样貌恐怕也不过如此阴森可怖了。费尔曼·理查德先生和阿尔芒·蒙沙曼先生的朋友们以为这位瘦骨嶙峋的客人是德比安纳先生和波利尼先生的密友，而德比安纳先生和波利尼先生的朋友们则认为那个如同尸体般的客人是理查德先生和蒙沙曼先生那边的人。因此，没有人提出疑问，没有人说不得体的话，也没有任何不当的评论会冒犯到这位仿佛来自阴间的客人。有些宾客了解幽灵的传说，也知道首席舞台机械师先前对幽灵外貌的描述，他们当时还不知道约瑟夫·布盖的死讯，私下里认为坐在桌子尽头的那个人简直就是歌剧院工作人员那根深蒂固的迷信所创造出来的那个角色的活生生的写照。然而，根据传说，幽灵没有鼻子，而这个人却有鼻子。不过，蒙沙曼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断言，这位宾客的鼻子是透明的。他的鼻子，他写道，又长又细，而且是透明的。我得补充一句，这可能是一个假鼻子。蒙沙曼先生或许把光泽错当成了透明。众所周知，科学能为那些因先天或后天原因失去鼻子的人制造出足以乱真的精妙假鼻子。那么，幽灵当晚真的不请自来，坐到了经理们的宴席上了吗？我们能断言这位就是歌剧院的幽灵本人吗？谁敢这么说呢？我在此提及此事，并非想让读者相信幽灵竟有如此惊人的胆量做出这等事，而是因为归根结底，这件事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而这似乎就是充足的理由了。阿尔芒·蒙沙曼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如是写道：每当我回想起那第一个夜晚，我就无法将德比安纳先生和波利尼先生在他们办公室里向我们吐露的秘密，与晚宴上那个我们谁都不认识的幽灵般人物的存在区分开来。事情是这样的，德比安纳先生和波利尼先生坐在长桌中央，还没注意到那个有着骷髅面孔的人。这时，他突然开口说话了。小老鼠们说得对，他开口道：可怜的布盖的死，也许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自然。德比安纳先生和波利尼先生都吃了一惊。布盖死了，他们惊呼道。是的，那个男人，或者说那个如同鬼影的人，
平静地回答道：“今天晚上，有人发现他吊死在第3层地下室，在一根吊杆和拉合尔国王的一片布景之间。”2位经理，更准确地说是前任经理，立刻站起身，死死盯着与他们说话的人。他们的不安超乎了寻常，也就是说，远远超出了听到一个首席舞台机械师上吊身亡消息时应有的反应。他们面面相觑，脸色比桌布还要苍白。最后，德比安纳先生向理查德先生和蒙沙曼先生递了个眼色。波利尼先生向客人们说了几句抱歉的话，随后4人一起进入了经理办公室。现在，让我们听听蒙沙曼先生是怎么说的。阿尔芒·蒙沙曼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记述道：德比安纳先生和波利尼先生似乎越来越激动，我们感觉他们有非常重要且令他们忧心忡忡的事情要告诉我们。他们先是问我们是否认识那位坐在长桌尽头告知他们约瑟夫·布盖死讯的人。当我们回答不认识时，他们显得更加不安了。他们从我们手中拿过那2把万能钥匙，看了一会儿，摇了摇头，然后建议我们秘密地为所有需要严密锁好的楼层、办公室和物品更换新锁。他们说这话的样子实在太可笑了，我们忍不住笑了出来，问他们歌剧院里是不是有小偷。他们回答说有比小偷更糟的东西，幽灵。我们又笑了出来，以为他们是在用这个玩笑来为这场私人晚宴助兴。但是，应他们的要求，我们收敛笑容，装出严肃的表情，决定陪他们玩这场游戏。他们告诉我们，要不是收到了幽灵本人的正式指令，要求他们务必建议我们新经理要对他幽灵友善，并且满足他的一切要求，他们是绝不会对我们提起幽灵这回事的。然而，他们实在太高兴能离开那个被专横的幽灵像国王一样统治的地方，并突然摆脱了他，所以一直等到最后一刻才向我们解释这桩怪事，因为他们料定我们这些怀疑论者肯定无法接受如此怪诞的说法。但是，约瑟夫·布盖的死讯残酷地提醒了他们，每当他们违抗幽灵的意愿时，总会发生一些怪诞或是不幸的事情，迅速让他们意识到自己仍受制于他。听着这些出人意料、语气仿佛在透露重大秘密的话时，我一直观察着理查德。理查德在学生时代就以爱搞恶作剧闻名，精通捉弄人的各种花招，因此他似乎非常享受眼前这个机会。尽管布盖的死给整件事蒙上了一层阴森的气氛，但他没有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他一边听着，一边做出悲伤的样子，摇着头，表情越来越沉痛，好像一个刚刚得知歌剧院里有幽灵而为此痛心疾首的人。我只能笨拙地模仿他那副绝望的神情。然而，尽管我们俩竭力表演，最终还是忍不住当着德比安纳先生和波利尼先生的面爆发出一阵大笑。他们看到我们毫无过度地从最阴沉的情绪转变为最放肆的大笑时，那反应就好像认定我们疯了一样。眼看这场闹剧持续了太久，理查德半认真半开玩笑地问道：不过，说到底，那个幽灵到底想要什么？波利尼先生走向他的办公桌，拿回了一份经营规章的副本。这份经营规章开头写着：歌剧院管理层有义务使国家音乐学院的演出呈现出与法国首席抒情戏剧舞台相称的辉煌气派。规章最后在第98条除以下列措辞结束：在下列情况下，本特许经营权可被收回。若经理违反本经营规章中规定的条款。后面跟着其他各项条款。蒙沙曼先生继续说道：那份副本是用黑色墨水书写的，
与我们手头那份完全一致。然而，我们看到波利尼先生递给我们的那份经营规章末尾处，增加了一段用红色墨水写下的附加条款。那字迹异常扭曲，仿佛是用火柴头戳印出来的，像是出自一个刚学写字，只会画道道，还不会连笔的孩子之手。这条奇怪地接续在第98条之后的附加条款，内容如下：5. 若经理延迟支付应付给歌剧院的幽灵的月薪超过15天，该月薪在指令变更前定为每月2万法郎，即每年24万法郎。波利尼先生带着迟疑的神情，向我们指明了这条至关重要的条款，这确实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就这些，他没别的要求了。理查德极其冷静地问道。不，还有，波利尼答道。他再次翻阅经营规章，读到第63条，所有演出场次中，舞台右侧的特等包厢将为国家元首保留。池座第20号包厢星期一，以及第1层第30号包厢星期三、星期五将供部长使用。第2层第27号包厢每日将为警察局长保留。在这条规定之后，波利尼先生向我们展示了一行同样用红色墨水添加的文字。第1层第5号包厢将在所有演出场次中供歌剧院的幽灵使用。面对这最后一招，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站起身来，热情地握住我们2位前辈的手，同时祝贺他们构思出这个绝妙的玩笑。这证明了古老的法式幽默活力依旧。理查德甚至觉得有必要补充一句，他现在明白为什么德比安纳先生和波利尼先生要放弃国家音乐学院的管理权了，根本没法和一个如此苛刻的幽灵共事。那当然，波利尼先生眼皮都没眨一下就回答道，24万法郎可不是大风刮来的。你们有没有算过，不把第1层那间为幽灵保留的第5号包厢租出去，每场演出要损失多少钱？更别提我们还被迫退还了长期订户的费用。这太可怕了！我们可不是来养活幽灵的，我们宁愿走人。没错，德比安纳先生重复道，我们宁愿走人，我们这就走。然后他站起身来。理查德说道，不过话说回来，我觉得你们对那个幽灵也太纵容了。如果我摊上一个这么讨厌的幽灵，我会毫不犹豫地让人逮捕他。可是在哪儿抓？怎么抓？2人大声反驳道，我们从来没见过他。就算他去自己包厢的时候也没见过。我们从没在他的包厢里见过他。那就把他租出去呗。出租歌剧院的幽灵的包厢？哼，先生们，你们自己试试看吧。说完这话，我们4人离开了经理办公室。理查德和我此前还从没有笑得这么厉害过。